我是肥东老田。大家好，是我肥东老田。我们现在进入下集。上一集讲的有点过于专业了，在我看来那个都不能算专业，那个是讲故事。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觉得很专业。好，我们现在正式进入正文。上一集我们讲了各个典故，包括典故后面的这些时间背景。那么我们这一集下45象的下，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讲的是什么。从45象推背图45象一直到烧饼哥，我们看一下。首先我还有话，45象它和烧饼哥的最后宫女情人望月，它这个两个时间点是平行的，都是指现在，都是指现在。很多人觉得，那这个是怎么个现代法呢？我这记得是那讲什么都20年前了，04年嘛，好像04年不是05年，那时候我第一次看烧饼哥，就看到宫女情人望月月，因为我知道他这个是出自什么叫庖中诗。我第一反应，新疆要乱了。4年后，2009年，新疆75事件正式爆发。为什么？就因为我会典故。庖中诗，我们在上一集知道，它是唐玄宗时期，唐玄宗对外征战，然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那怎么跟新疆有拉上关系呢？何止是新疆啊！所以说后面我的功底的提高以后，我觉得这庖中诗，因为庖中诗它没有具体年份，但我个人认为啊，它应该是出自天宝8年哥舒翰的石堡之战。那如果说是石堡之战的话，那么就不光是新疆受影响了，连云南都要受影响。于是2014年云南昆明事件也给我提了这个醒。宫女情真望月月，它不仅仅只是发生在新疆地区，甚至说它已经达到了过去吐蕃势力范围。你们现在知道宫女情人望月月的烧饼歌里面讲的什么意思了吧？新疆之乱。我在后面总结的，之前总结的那个中国7场大战中，有一场非常关键，叫什么？为什么新的叛乱，我会非常正式的把它给命名？这是对，它势力范围很广，不光是新疆地区，包含了现在的云南地区，甚至说西藏地区，它都会受到波及。想不到吧？想不到，对了，想得到了吧？你不是谶纬了，谶纬的特点就是全是你想不到。真的，我搞谶纬搞那么多年，我就有一个感觉，什么叫谶纬？你想不到那才叫谶纬，你想得到那个不是谶纬了。好，我们知道了。宫女情人望月月，讲的是09年以后，整个新疆出现了动乱。甚至波及到了云南昆明的2014年昆明的砍人事件，甚至包含了未来的西藏地区。那么我判断这件事的发生时间应该发生在唐玄宗的天宝8年哥舒翰的石堡之战。因为这个就属于烧饼哥的要讲课内容，我就不想再怎么复述了。我之所以讲烧饼哥的这一段，是用来进行和45象的横向比对哦。我们现在讲的可是推背图，不是烧饼哥。因为烧饼哥我太熟了，讲个绝壁讲的。推背图我不熟。再讲的就过过脑子。还不能讲漏子。好，我们接着来看，那45象，我们看整个45象。我们今天所说的45象的有客西来是出自鸠摩罗什的。那鸠摩罗什，我们在上节讲得很清楚，总共引出3个人物。第一个人物鸠摩罗什本人，第二个人物灭西域4山6国的吕光，以及第3个人物灭掉梁的姚兴。那还有2个支线人物，一个是苻坚，一个是干掉苻坚的姚苌，就姚兴他爹。那这一段代表什么？
哎，为什么有5个登场人物？其中3个主要登场人物，还有2个次要登场人物。我们先说一个次要登场人物，苻坚是谁？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称谓来看，苻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意思了吧？我不用猜谜，我不用逗闷子，苻坚讲的就是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就是里面的苻坚。那好，姚苌是谁？我们先讲支线人物，姚苌是谁？姚苌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47象紫微圣人，2个紫微圣人，年轻那位，也就是传统经学认为的文武2王中的武王。如果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习近平的下任接班人，中华人民共和国4共国家主席。我也不用逗闷的，我就直接讲，反正这东西你讲你们也听不懂。好，2个次要人物出场，你就感觉哇，这次要人物这么关键，那主要人物得关键成什么样？哎，是的，你讲对了。哎，你这些主要是讲，鸠摩罗什和姚兴的。好了吧？好，我们接着讲，那鸠摩罗什是谁？鸠摩罗什他本人是个宗教人物。老先生为什么在推背图中他大量引用宗教人物？其实他只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未来的中国的很多的事件，包括很多的战争，它和宗教是紧密关联的。它宗教是紧密关联的。那怎么个关联法？我来揭秘答案。未来新疆自由军的精神领袖就在2025年正式登场，这就是鸠摩罗什。想不到吧？新疆自由军它跟其余6场战争有个非常，而且它在前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阶段，或者说跟5共，它是有合作关系的。我为什么这样认为？其实就是尤克西来这个原因。那姚兴又是谁？姚兴他其实就是5共领导人，也就是说，未来的48、49，特别是49项的主角。有2个非常关键的主角在45项已经登场。为什么我说2025年是开始之年？为什么老爷子也觉得2025年是开始之年？其中很重要原因是这2哥们登场了，而且年纪都不大，都很小，40岁都不到。这2个人40岁都不到，真的。我看到很多人天天碰瓷，哎呀，我是紫微圣人，滚！紫微圣人他妈老头都要死了。你紫微圣比文王嘛，文王都多大了？80多了，你怎么不靠着这2位啊？一个是现在是阿訇，现在应该是个年轻的阿訇，一个呢在北京呢，真的在北京应该是个校官。这2个人物都是未来5共的重要人物，其中一个是5共领导人，第2个是未来新疆自由军的精神领袖，今年都登场了。那么他们的爆发时间不会超过20年，我他妈立帖为证。你20年后，你看一下他们2个人是不是2025年对他们来说是转折之年？这2人都已经悉数登场。那吕光嘛，其实吕光我不想说什么，因为吕光的话，他更多还是一个割据政权，还是个割据政权，对吧？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随着淝水之战的战败，随着大打给姚苌干掉了，给4共，那姚苌抓起来了，也许毙了，也许没毙，我不知道，我懒得知道，我懒得讲，反正这个思路上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也懒得讲。那么中共的3共王朝就结束，然后进入4共。那4共是谁？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尤克西来的鸠摩罗什典故，那里面的所对比的就是建立后勤的姚苌。因为姚苌建立的也是秦，他国号是没有变的。如果按历史来看的话，他国号是没有变。苻坚的苻是秦，跟姚苌的姚是秦，只是说后人为了便于区别才用前后秦。其实他2个国号是没有变的。也就是说，4共领导人虽然后面推翻了习大大的指挥，习大大的把他给软禁起来了，还是干的我不知道，
但是呢，它的名头没有变，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说内容、国策、政策，包括外部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上集中，我说到45项的3个典故中，它的6个共性里面的最后一个共性就是什么？随着南北大战的结束，随着北方的战败，随着国军的消亡，整个中国北方政权将陷入动荡，都是一样。你们不要以为安史之乱好像安禄山史思明被他俩儿子干掉以后就天下太平，没有的事儿。我后面在我动笔的安史之乱中要多次强调，安史之乱最大问题是什么？是把盛唐从盛唐转入了叫中唐时期，唐王朝自此一蹶不振。那么从这里我们也看出来，未来的台海之战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为什么我说第3个典故我不想讲？我怕得罪台湾当局，记住哦，是怕得罪台湾当局哦。就这个原因。那至于说，第3个典故，你们想知道，你们自己猜去。你猜不到拿头撞墙，我无所谓的。让我们发出了乌萨棋盘的声音，我轮奸亦没有啊！老子有的是小鱼干，老子有的是小瓜子，来打我呀，对吧？能猜就猜，猜不到无所谓，后面会开课的。反正我这个不会直接讲，因为我讲不光是要讲给海外人看，还要讲给大陆人看，反正华语圈我都要讲。鸠摩罗什典故也好，安史之乱典故也好，还是第3个我不讲典故也好，其实都是具有我前期的6个共性。如果你们不想看前面，那我再重复一遍。我懒得重复了，就这样吧，你们爱看不看去，我不重复了。好，那我们看到了。我们知道了，好，鸠摩罗什典故中主要登场3个人物，有2个人物我讲解了。鸠摩罗什就是未来新疆自由军的宗教领袖，他本身是宗教人士，他本身就是个阿訇，他现在就是阿訇，你们碰瓷碰他去，今年30多岁，年纪最小。第2个出场人物吕光，我懒得讲，因为没什么好讲的，他那个就是一个地方性的东西，我懒得讲。因为如果说要讲的话，那要讲什么？那要讲宋史，我懒得讲宋史，宋史讲更细，我又讲粗一点嘛，那属于后面讲课内容。好，第3个登场人物，主要登场人物是姚兴，后秦第2人。那我们是否可以判断自武功领导人登场以后，那后面的中国就结束呢？并不完全。但是呢，有一点可以看出来，就是武功领导人结束以后，就姚兴啊，就我们讲这个典故的姚兴，等他下台以后，等他挂了以后，说不用太在意。真正的关心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这里面的2个次要登场人物，分别是3共领导人习近平所代表的是苻坚，以及4共领导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47项里面的紫薇圣人。第2个紫薇圣人，紫薇圣人有2个，再说明一下，它2个，因为一个是文王，一个是武王。建立4共的最主要领导人也登场，就是姚苌。现在我不能讲，我也懒得讲，反正没几年了，快得很。这个很快，没几年了，大家等。为什么我说现在能讲45项了？就这个原因，因为到时候了，没几年了，对吧？那至于后面的，我后面再讲。45项结束以后，可能我还要回到头来，从41项开始增补。好，这边先大家懂了吧？鸠摩罗什典故里面这5个人物中的4个我讲了，很关键，很重要，分别是第5任国家领导人，以及和第5任国家领导人关系密切并且有过合作的新疆自由军的宗教领袖。他是个和尚，所以为什么在7场大战中打得那么惨烈？他武功小猪咪是发了疯的，怎么做到的？就是靠他手下的大量。一开始，讲的是不是有点多了，是吧？你他妈别点头啊！是这样的，很多了是吧？
那不讲了，讲多长时间了？哦，14分钟了，那我再扯几句啊，那有晚吗？那凑合15分钟嘛，是吧？啊，好，那么我们也知道了，虽然说这两个人是在后面的48到甚至49才正式登场，但是老爷子为了觉得，这两个对未来很重要，于是在45项的第一篇称诗的头一个典故，就把这两个人给点出来了。这是老先生的写作风格，你们呢也不要太在意。好，我们再看，回来讲烧饼歌。烧饼歌的宫女情深望夜月的发生地是新疆一带。如果说我们认为陶中诗的写作时间是在那个天宝8年的话，那么它的覆盖范围就不光是新疆那么简单，它还包括了现在的西藏以及云南部分地区。我个人觉得这个写烧饼歌的老图水平也很高，因为他的很多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他的断刻方也是非常准确的。未来的这也是能够体现的。未来呢，中国区必然要陷入一场大动乱，并且有一场非常庞大的战争，而且好像又讲多了吧？确实。不能讲了。今天到此为止，好吧？我们后面会进入你问我答环节。好吧？今天就到这，下期可能说有点多。我人讲话就讲课就这样。好，到此结束，我们下节再见，拜。